赖清德原来说民主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当然，大家就认为说，什么叫更大的民主？就是他们的所谓释宪这个复议公投或是罢免那时候还没有公投的罢免那后来立法院柯建铭就喊出要罢41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那国民党就是要罢37个民进党的区域立委，那就变成好像一战止战双方这个剑拔弩张。那这时候呢，党团都出来说没有了，这是个人意见了。然后呢，赖清德就说要从宪政程序努力了那就先从宪政，比如说这个复议释宪等等了然后呢，罢免由民间团体自己去活动，民间主动我没办法那所以就被认为说，是不是他们说柯建铭的双罢免会刹车了？那双罢免根本是一个笑话，韩国瑜怎么罢免呢？立法院1/3立委提议，2/3通过才会罢免。他现在连程序委员会排都排不进去，他怎么可能罢免？不可能的事情嘛！你民进党没有2/3的立委，有2/3立委，韩国也不会当选立法院长，就这么简单嘛。那另外就是罢立委了，那到底有没有刹车？赖清德讲这个话是不是刹车？我不认为他讲就是刹车，只是媒体都很高兴嘛，说赖清德已经刹车了，那没有刹车，哪有刹车呢？你看好了，罢免还是继续搞下去的那另外呢，这个叶元之坐在这边也是目标之一那他说民主是人民做主，那立法委员新选出来还不到1年，那不是人民做主选出来的吗？那如果你不承认这些立法委员的正当性，那你赖清德的正当性在哪里呢？你不是也支持选举选出来的吗？你就算40%，你也是当了总统，你相对来讲比较高你不认为说立委不是民主，总统是民主，这不是很矛盾吗？你既然已经当了总统，你就要尊重当时选民的这个决定嘛，对不对？那赖清德说呢，先要尊重公民团体自主发起的行动，也就是跟我们民进党无关是他们自己发起的。那基隆的时候不是也说民间自己发起的吗？那跟民进党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你如果要发起，就自己讲，就是我发起的，就是我发动的，不要去推到民间身上嘛。那民进党发动，如果民进党发动罢免，如果了那现在说不是朱立伦说我要备战不求战，以战止战。如果你发动，我就发动，也是这个意思那另外呢，傅昆萁也出来缓颊，说国民党党团不会对任何民进党立委提罢免说赖清德你要悬崖勒马那另外呢，这个说国民党其实是有在算，锁定了3个，原来不是锁定4个吗？这3个里面2个都是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对国民党可能比较有利，他觉得在那个战场里面我干掉你比较容易那一个是原住民立委吴丽华，一个是原住民立委陈莹，一个是宜兰的这个立委呢陈俊宇认为说我这3个是我可能可以罢免你，到时候罢免我几个，罢免你几个那尤一农说，哎呀还好了，赖清德呢这个没有说要罢免了否则的话罢免输家一定是民进党了那另外呢，台中青鸟说要去罢免6个立委，你6个怎么可能罢免嘛？你锁定1-2个还可以，严宽恒、杨琼英、廖伟翔、陈建豪、罗廷伟、江启臣你罢得掉吗？然后去的人蛮热烈的哇，说爆桌了蛮热烈的好吧，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态度是备战而不求战，但是如果要战，我们就以战止战。要战就来，朱立伦定调，若绿营发动大罢免，国民党必定反制。总统赖清德理解党团，但认为还有其他救济手段。罢免大战，蓝绿两党定调态度，但也传出蓝营锁定优势选区，例如蓝绿支持者比例75-25的原住民立委选区，点名要罢掉原民立委吴丽华和陈莹，还有遭民众党分票而胜选的宜兰立委陈俊宇。我是所有原住民立委当中有得到多次公都盟口袋国会的肯定。那如果说罢免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反而是经过精算、技术性的去找人来罢免，我想这个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建立其实并不是很好。不满蓝营只因胜率就点名，但现在国民党中央还打算成立罢免指挥总部，罢免38名民进党立委。甚至有人主张连县市议员一起罢，像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戴伟山也被点名，理由是吴思瑶的子弟兵。国民党内部的步调不一致，或者是战术的混乱，
这个让国民党自家人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吧。只是若真要罢免蓝绿73席区域立委，至少耗费超过11亿公帑，不止绿营，就连蓝营内部意见也分歧。立法院国民党团已清楚表达，我们就是做好我们本分的工作，我们没有提及要对民进党的立委有任何的罢免。蓝绿内部各自都有杂音，或许也担心会殃及自己。发言人哈，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在后面，还是真的都是民间？不，当然没有，因为其实刚刚主持人有在讲说赖清德总统昨天讲这谈话是不是踩刹车？那我想其实也没有刹不刹车的问题了，因为其实总统他也提到，民主是人民做主了，所以事实上民间选民、公民团体要对政治人物有监督，或是有什么意见、什么行动，我想这不是民进党我们可以去干涉，也不是可以去下指导棋的。但我想昨天总统的其实包含整个谈话，包含昨天我们党的秘书长林右昌有上一些专访，其实都有表达出这个态度了。我想，其实总统还是希望大家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那什么叫对民主制度有信心？就事实上，民主政治一定存在各党之间的分歧啊，有时候政党之间的竞争也会很激烈。但我们的民主机制里面自有去调节各党纷争的方法嘛，所以总统还是希望说，我们民进党会把重点放在宪政程序里面的这一些救济管道，包含明天立法院就要来处理行政院针对宪诉法提的这个复议案，那包含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的，或许是申请释宪，或许还有其他宪政管道。我们还是希望，既然台湾人民已经在去年1月做了选择，把行政权、执政权交给民进党政府，那国会多数是国民党，还是希望在这个框架下面尽可能去沟通，来处理现在两党之间的一些分歧。于娟，如果说这个赖清德总统可以如吴征发言人说，要尽可能去沟通的话，我觉得现在的台湾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其实我们看到赖总统在元旦的文告里面，他就有提到台湾人还有拥有罢免的权利，所以赖总统当时特别把罢免这件事情拿出来，难道是要试水温？难道是要测风向吗？哈，那当然，现在看起来，柯建铭总召在立法院里面说了一席话，让大家认为说，民进党真的是把台湾的很多人民的基本权利跟人民的宪政体制破坏殆尽。他竟然说罢免完，然后国民党回应了，他是中计了。我觉得用中计2个字啊，很明显就凸显了他把人民应该拥有的权利当作玩笑话，当作政治攻防，当作是一个攻击在野党的武器。那这个很明显就凸显出来，现在的赖清德政府到底要如何用沟通来化解现在所有在民意上的对立？如果呢要真正尊重人民做主，那应该是立法院现在通过这些法案，不该老是提释宪啊，不该老是要提复议，每一次都搞释宪、搞复议，然后呢动不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请问一下，民进党不烦，人民都烦了。你们过去所主张的宪法，你们过去所主张的这些选罢法，或者是这个财划法，这些都是在野党来帮民进党还原他们当时想要做的改革法案，结果现在全部通通打成毁宪乱政，然后全部上升到极大的对立，一定要复议。包含最近这个警察的所得替代率，为什么刚刚伍丽华要被提到要罢免？大家知道吗？伍丽华在这一次的所得替代率里面，他是弃权的，他非常的紧张，代表什么？代表说这真正倾听民意的法案，他不敢跟着民进党一起做这样子的对抗嘛？所以民进党内部现在是不是有一些闷烧锅？大家会很紧张嘛？你要提罢免，国民党也要罢免我，那我是不是要非常小心？未来我在表态上面是不是要做取舍？我觉得这个会是未来民进党里面的一种里面内，不管是派系斗争也好，不管是看风向来做法案的取舍也好，都会是一个警讯。元之，那你要怎么因应人罢免你？我觉得我是不会被他们威胁啦，我觉得我还是做我该做的啦。但是我是觉得民进党不用再演了啦，就是我们那一区因为有很多联署站嘛，有一个理发店前面摆一个联署站，那我们支持者就跑去问那个理发店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摆？”他说：“他的罗志正叫我给他摆的啊。”然后民进党的议员到处跟里长讲说：“去收叶元之的罢免联署书。”其中一个就是民进党发言人也蛮常来这边上节目的姓戴的议员。就是他们都在后面推，就是收联署书或者是那种他们后面，但他们表面上会找一些公民团体出来带头，然后那公民团体呢，看起来好像是素人，但他的资源呢，是无敌，好像跟中大乐透一样。
我现在罢免我的文宣已经贴到那个 Foodpanda 的那个外送盒上面了，所以现在在板桥到处看到罢免我的海报。哇，这个公民团体实在太强了哦。然后国外的公民团体几乎都是对抗执政党，因为执政党有权力嘛，公民团体要对抗执政党。我们台湾的这个公民团体永远是对抗国民党，然后跟在野党，所以这个就是民进党在弄。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没有踩刹车，我是非常同意赵大哥的说法，我觉得他是怪柯建铭嘴巴干嘛那么大啊？这个是我们府院党的做法，要去罢免国民党立委。所以陈时中才敢在南投的选举的时候把这个讲出来，否则陈时中是政务委员你政务委员随时可以换掉的人，你敢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同意或者是这个氛围底下，你敢讲吗？那是柯建铭讲太冲了嘛，所以赖清德才出来演一下说没有，那是公民团体，但那个绝对不会是公民团体。然后吴丽华讲说国民党怎么可以反制嘞？你要看我的表现啊，你怎么可以看票数精不精准啊？我就是啊，为什么我现在头号目标嘛？你知道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我赢太少，我赢2000多票，所以他们觉得罢掉我之后，民进党改选比较容易。那不是吴丽华，你要反对你们民进党？为什么你对国民党可以这样子，别人这样对你就不行？所以我其实是蛮支持，就是朱立伦讲的啦，我们就一样，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们就要对你怎么办，就是应该这样啊。现在我们不要再忧残畏急，好像说哎呀。这个现在民进党输不起，要罢免国民党啊！国民党如果跟他们一样的话，那不就是这个跟他一样乱的吗？没有，我觉得中间选民也会看，就是说你国民党人家都在你的头上拉屎，然后结果你现在只是自己去洗头，然后不然对他怎么样？你其实很软弱啦，人家也不觉得你有那个力道去监督执政党，所以反正就这样。反正我觉得6到8月很可能就会到处都会投票，因为他们罢我们嘛，我可能也会有。我们的公民团体去罢他们，所以6月8月就是会大投票。那我觉得就是要热战，然后该怎样就怎样，也不会被他们威胁啦。不以这个基隆谢国良的例子，所以谢国良原来也希望冷战啦，后来发觉冷不下去啊，那只好这个你对我对你嘛，就是直球对决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行政院提出3个大理由了哈，来这个对立法院提出复议了，而且呢，这个行政院长呢，卓荣泰说叫立法院不要站在错误的历史的那边哦。那另外呢，这个说呢，复议释宪呢，可能是历史上最多的，从来没有。行政院提复议释宪是很大的事情，通常是不轻易为之了啊。那卓文泰说要看立法院的作为，就是你立法院这样干啊，我就这样干啊，那否则怎么样呢？我更大民主来跟你对抗啊啊！那另外呢，也有人说，如果复议不成，不会成嘛，行政院也知道复议不成，他只是把这个程序给他走完了啊。那如果复议不成的话，是不是要总统启动院际协调了？哦，因为其实这是立法院跟司法院之间的问题嘛啊。那当然了，行政院为什么要越俎代庖帮司法院提，也有不同的讲法了。有一种讲法是说，那司法院的预算也是行政院提到立法院来呀，那为什么可以提他预算呢？但是基本上那是司法院编好的预算，请行政院提的。那理论上讲，发动还是要司法院。司法院说我自然难行了，是不是请你行政院帮我去提复议？你现在没有看到司法院主动啊，都是行政院在主动啊，这也蛮奇怪的了哈。林永昌说他会穷尽宪政手段，都没有效果呢，才会院际协调，就是总统还不会那么快出来协调你们不同的院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团说立法院是民主地狱吗？为什么说立法院是民主地狱呢？因为国民党说不要邀请卓荣泰报告宪法诉讼法的复议案，不邀请他来报告哦。那换句话说，国民党根本认为说你不该提复议的，所以你来报告什么呢？不过按照程序既然你要这个行政院把复议案送，你就问我觉得是应该邀请的啦。那报告一下什么了不起的？报告以后你可以不通过嘛，但你现在程序都不给他报告，落人口实了不过国民党可能有国民党的考虑了那另外呢，这个府院党团会用院际协调、复议、释宪、罢免、分进合集，这是民进党政府可以用的了。譬如说复议不成呢，这个可能就院际协调，院际协调不成呢，可能就是释宪释宪不成，把你们都罢免掉这是他们的手段那李彦秀说，最大的宪政乱源就是赖清德本人台湾为什么朝野对峙这么严重？
那你现在当总统啊，当总统你不是应该这个好好的展现朝野和解的这样的这个气氛吗？那你处处要对立啊，提名也不来协调啊，然后没事就跟这个立法院对干呢，那朝野怎么会和谐呢？那这个刘静怡啦说呢，这个没有失智记得吧？说马英九曾经点名侨网意思就是说刘静怡现在反正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搞什么院际协调，搞这些东西干嘛呢？意思是这样你该做的事情你事先不协调，你事先不想办法来沟通你现在事后再搞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刘静怡是不是意思了，我听起来这个意思，我们看一下。宪诉法，它的执掌并不是在行政院，而是在司法院。行政院已经把司法院列为它的司法局，所以常被管辖到司法院，越俎代庖要来立法院来做报告。行政院有权利，更有责任要提起复议，这也绝非行政院越俎代庖，常被管辖。国会里面部分的委员是想透过修法规范大法官会议的人数，进而呢瘫痪整个宪法法庭，这个才是这次修法最大的政治算计，也是我国宪政体制上面最大的一次破坏。如果仍然坚持新修过的恶法，那就是站在毁宪、摧毁宪法法庭、剥夺人民宪政权利、造成错误历史的那一方。江龙，院际协调权是我们老宪法里面赋予总统的权利。宪法经过几次修改了之后呢，总统的权力不断的扩大，行政院长已经变成是幕僚长，立法院连附属权都没有。如果连附属权都没有，院长本身又不需要经过国会任命，没有任何的民意的基础，而现在的总统本身又是一个少数总统，没有什么好协调的。协调的总统本身必须要有多数的威望，在政治当中呢，要保持某种的超然，你本身不能够有既定立场。如果现在在讨论宪诉法，跟宪诉法同时间呢，因为宪诉法直接规范到呢大法官会议。那如果你总统提的大法官里面呢，连你自己的同志呢都不接受，刘静怡呢，连你们自己呢都把赖清德提的人选呢都 turn down， 那你要赖清德出来协调什么呢？我说就说这种的协调，固然大家说好吧，那就走个过场，走个程序吧，大家演一演。对，要演一演我也没有意见啊，我只是说多此一举。眼前所有的制度，也不要说呢立法院呢去破坏呢这司法院的什么，就是破坏呢这司法院的这些的结构啊、宪政权利，所有的法律除了宪法以外，都是立法院定的。立法院本身它的权利就在于呢，透过立法去规范呢所有的政治架构里面所有拥有权利的人，不管你是行政权，你是呢司法权，甚至是立法权都一样。所以立法院的立法没有问题，那你立法就输了嘛？输了之后 ，OK， 那你要去呢寻找解释的等等，在宪政的框架里面，总统行政权当然呢有他申诉的管道，有他呢对抗的手段，但是也一定会有瘫痪的可能。赖清德或者说民进党现在应该比较具体的是摆出政治态度来，眼前很明显的是个政治问题，不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法官会议呢，到底该怎么开会？要有多少人同意才能够通过？而今天呢，当我把你所有的这些的名单全部都拒绝了之后，没有错，大法官会议现在就瘫在那边。在今天的中华民国政治体制里面，瘫的又不是只有一个，省政府也瘫在，国民大会也瘫在。台湾的现在基本上面，以中华民国宪法来讲，根本就没有修宪的可能，而大家在防的就是你以宪法的解释呢去推动制宪的可能性。大家现在对大法官来讲的高度的怀疑，就是你根本就是一群呢被政治豢养的大法师。
每个人的政治性呢远超过你本身的司法的专业度，而今天漠视这些人的司法当中的公信力荡然无存，要大家呢包装成好像他们呢都是呢法学的权威，他们都是呢就事论事、就法论法的人。所以呢，今天我启动怨气协调权，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大家都不要装，跟呢刚刚讲的罢免案是一样的。刚刚呢，吴征呢也提到，就是说呢，就是大家呢用这种的民主的手段，在民主手段没有穷尽以前如何。其实这样讲法是对的。可是呢，过去呢，民进党不管是在立法院里面多数暴力、少数暴力发动抗争，或者太阳花呢冲进立法院的时候，太阳花准备冲进行政院的时候，我可从来没有听过民进党这样讲。或者暴力如果在民进党当中呢是可用的手段的时候，打到会让在野党怕的时候呢，民进党从来没有松手过啊。所以今天呢，无非就是打起来累了，打不赢了，连打都打不赢的时候，表决也表决不赢。我可以感觉到呢，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的主战场里面呢，处处吃瘪的感觉。处处吃瘪了之后呢，有点寸步难行。从去年的2月1号开议到现在为止，今天已经1月9号了，在3天的时间呢，赖清德当选就1周年了。这1年的时间里面，请问你赖清德政府你到底干了啥？我知道了，你想做啥不成，那种的感觉呢是很不愉快的。可是，请问你今天呢，对于在野党，你又释出了什么？相反的呢，不断的在过去，今天呢，如果说对于所有的罢免案呢，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低调理性的态度，那请问你去年的谢国良是怎么解释的？因此，不要此一时彼一时，大家已经没有互信基础了。我只说赖清德今天呢，没有那个威望，没有那个条件，也没有那个相同的法律的基础去推动所谓的院际协调，不要呢往总统的脸上贴金，贴不住了。关于大法官这个事情哦，我印象里面哦，其实改过很多次了。曾经有过1/2出席，1/2通过才算有有什么2/3出席，3/3通过，2/3出席，1半同意分，他已经中间改过很多次了，哦，所以不是第一次改了。来，淑慧。而且所谓的宪法诉讼法就是一个程序法而已嘛，哈，几分之几有没有代表性？那执行这个有没有窒碍难行？那是大法官。那今天大法官也还没有什么吭声，那行政院跳出来干嘛？这就像是上个会期啊，国会改革法，总统要不要到立法院来这个备询或报告，或者要不要即问即答这件事，也是卓荣泰先跳出来。我觉得赖清德跟卓荣泰现在可能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啊，你们这1年来哈，就像刚刚这个香龙大哥说的，我叫唐香龙。对，不要这样子，我现在脑雾。好，你们要想想看，你们这1年来啊，你们的政绩留在民众的心里面呢，到底是什么啊？你只剩下留在一个复议、抗议，就这4个字而已啊！你1年掌握3兆的预算呢，你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做的政绩是很多的，结果你没有，你不断的在跟立法院打对抗，以后这要变成惯例吗？立法院通过的任何法案，你都要先反对，提复议，再提释宪，要一直这样子吗？上个会期已经国会改革无法这个样子，这个会期又要3个法案又要来这样再搞一遍吗？所有立法院在野党多数党通过的，你们通通要提复议，再提释宪吗？现在大法官宪法法庭已经变成 7-Eleven 了吗？你就像小孩子妈宝一样，我不要，然后就回去找爸爸。大法官，你帮我把他们否决掉。不是吧？大法官这样变成是毫无公信力了嘛？就变成跟香龙大哥说的，变成大法师一样，这没有意义嘛？那你这个行政院长干什么呢？我觉得赖清德跟卓荣泰，你们要搞清楚，你们现在最大的危机跟敌人，其实不是在野党，而是你们的内乱内斗。第一个柯建铭，第2个派系，你有没有搞清楚？现在在乱你赖清德的是谁？乱你赖清德是柯建铭，他为什么要提出双霸？他提出双霸不是在对付国民党或民众党，他提出双霸是在给你赖清德难看呢，是在给你赖清德内乱呢。上一次他呛说谁投给刘静怡就开除党籍，这个是在挑战党主席的权威。请问一下，哪一个党的立院党团的总召有权利呛说开除党籍？立院党团的总召最多说停权呢，停
停止说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立院党团的权利而已，你不可以来党团投票开会而已。他凭什么开除党员的党籍呀？可是他就这样呛了，谁投同意票就开除党籍？开除党籍不是一个党的考纪会或者是党主席才有权利吗？这一些他都是在挑战你赖清德。好，这个叫做什么？后院失火。他提出双罢，就是在看你党主席要怎么干啊。反正我是不分区啊，不管是国民党要罢我38席，还是我喊出民进党要去罢国民党41席，38或41席都跟我不分区没有关系呀。所以我告诉这个赖清德跟卓荣泰，你们要考虑一下，跟在野党适当的休兵，你先解决你的家务事比较要紧。休息一下，走回来。